你说中国经济真的有那种摇摇欲坠的感觉。那中国经济为什么摇摇欲坠？因为原来李克强，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共青团懂经济这批人下台之后，剩下都是草包。那草包一个比一个草，那完全没有按照经济的逻辑来做所有的事情。现在中国被搞惨了，搞惨。今天有一条新闻就是，现在中国国有银行干嘛？我要下调美元定存的利率高达4码，也就是我的利息一下调了1个百分点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为什么从来没有过？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国际金融，也不懂得利率，结果就乱搞，乱搞才不打紧。现在这不是讲吧？他是一连串的一个绑一个。习近平找了一个全华北最低洼的地方，说我要搞一个雄安新区。我搞了这么多钱了以后，没人要去，因为那是整个华北最容易淹水的地方，谁要去啊？结果现在他要硬盖，硬盖了以后，原想到。你不是只有雄安新区，我还搞了很多的高铁站，我还搞了很多高铁设施，这些高铁站、这些高铁设施完全都没有人。中国经济已经够惨了，现在这个又变成了最后1里路，最后一个稻草。现在这些高铁站的整个成本、整个维护的设施，几乎要把中国的铁路、把中国的高铁全部压垮了。真的，如果你小学生，台湾的小学生都有在教加减乘除，都知道加减乘除乘多少利息的话，钱应该怎么定存才会赚更多钱，所以钱就要去选择定存利息比较高的地方嘛，这是小学生都懂的道理。小学生都懂的，所以中国你说习近平不懂。所以今天中国发生一件事情，是一口气竟然调降美元定存利率，从5.3%规定只能4.3%，等于一口气调了1个百分点，4码是相当惊人。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？是因为过去几个月，中国人民在做一件事情，叫全民套息。小学生都懂的事情，就是人民币的利息太低了，我拿去干嘛？我去存美金啊！我全部都拿去存美金。你说现在中国不是要把人民币等于说，我要等于说把人民币变成了一个国际货币吗？我不是应该去强化人民币的地位吗？结果人民币没有利息。美金有高的利息，对，有5%的利息，有5%的利息，所以中国就变成全民都去套息，把人民币换成美金，每天都在讲去美元，而且美元是霸权。结果现在身体倒是很诚实，全部都去存美金，所以中国就现在2个单位就出面了，一个叫金监会，通知各个国有银行，直接由金监会一口气降100个基点，4码1%，一天这是非常惊人的事情。再来是外汇指导委员会拿出来警告哦。因为你们这些银行不够自律，要加强美元存款的自律管理，等于为什么？中央在喊去美元，美元是霸权，结果你全部都在卖美元的定存。而且刚才讲的，现在不是讲去美元化吗？他现在不是要中美脱钩吗？我不要再受到美元控制吗？可是中国外币存款，特别是美元存款，居然增加了339亿美元，比同期增加了67亿美元。也就是一方面我要去美元化。可是我一方面我又给美元很高的利息，那我就在各个银行嘴巴不说，可是各个银行拼命透过高利息拼命收美金。所以这个北京的杨先生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人民币的定存真香，所以把钱全部都存在美元的定存真香，所以他都把所有的钱，除了学会之外，全部都存成美元的定期。而且你现在走进中国的银行，中国各大银行美元存款4.9%，难怪他要规定说现在最高只能4.3%，而且是2000元开始，因为存越多，利息越高，越高。存越多越高哦，而且你看到这里50万人民币以上可以存到5%的利息，哇，等于。可是中央不懂吗？中央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？而且这件事已经大到快要爆炸了，才来做解决。所以刚才说了，外汇指导委员会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才发现中央的政策错了吧？你一直在打人民币，把人民币打到没有利息，小学生都知道4.9%，我去存这个啊，这个比较安全啊。所以连中国这种银行保险网都在说，美元的定存非常香，利息高达5%，而且还有很多 APP 在推。你看一口气存了5.5%，这是南京银行这是国家的银行，你所有的国家银行全部都在推美元存款，你不是要去美元化？美元是霸权吗？结果那国家的经管单位不知道，国家不晓得这件事情，是等到外汇发现人民币快要崩跌了，人民币不值钱了，人民币贬值了。才发现它的国内有这么大的问题。等到大家全部疯狂在抢美金、拥抱美金的时候，才发现哇，人民币完全撑不住了，已经到了人民币撑不住了，从7块7.1到7.2保卫战。所以外汇指导委员会要求金监会去跟这些国有银行说，
你们今天开始一律要降4码，最高只能4.3%，这件事情不能再干了，因为谁干的？都是国有银行干的。可你不是讲吗？这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加减乘除，这个国家的管理他为什么会不知道呢？所以中国的政策真的充满了疑问。那专业到底在哪里？从这个雄安新区，从2017年说要盖一个亚洲最大的高铁站，就是这个地方。2017年开始干，结果选择是一个很容易淹水的地方，10年9涝。淹水之后，结果你现在我们查过哦，它是整个全华北地区最低洼的地方。整个华北地区大概什么？我水平面大概20到50公尺，它只有它不到，它只有10几公尺，它只有10几公尺。北京是20到60公尺，所以为什么六朝古都会选择在北京？因为比较安全嘛。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就可以让它淹水的地方，淹水退了之后，就自然还可以农耕嘛。结果他选择在这里做车站之后，所有的国营企业当然不会捧他。结果他去视察的时候，还要求国营企业赶快去搬。但是这个地方变成什么？一样还是一个烂尾车站嘛，外面长满杂草，到现在还没有盖好嘛。所以我们来看它的政策就很好笑。你看南京市还盖了3个车站，除了本身的南京车站，紫金山车站从2010年到现在没盖过。再来还有南京还有一个江浦站，我们都听都没听过。结果从2011年一样完成之后也没有通车过。那昆山更好笑，昆山还有2个站，叫花桥站跟居龙宝华山车站，完全没有游客，不得已。2020年把它关掉。更好笑，云南还有个站是扬中镇，这个站其实这个小镇其实是经济发展不好，才2万多人，盖好之后才发现它跟昆明站跟那个石林站很近，根本没有必要用，所以从2016年他就把它关掉，到现在都没有在用，就等于中国所有的政策完全没有专业考量，完全砸钱救经济，就跟今天一样，把人民币的汇率降到最低。你以为钱会逼出来去存钱、去投资、去消费？根本没有嘛！我把利息降到最低，我拿去投美元就好了。哦，你说他的等于说都是切香肠巨剑法。我先把人民币的利息降很低，我是逼着你去消费，可是我只去降人民币的利率，我没有降美金的利率，所以我把人民币从银行出来之后，我拿去存美金。它这个叫人民币存款大搬家，希望你拿去投资，希望你去消费，提振中国的经济。结果大家小学生都知道嘛，我去有5%，我一存4.9%，5%，我存越多。这种事情怎么没人懂呢？哦，中国的银行都懂，所有的银行行员都懂，所以全部都在吹所谓的美元商品，所以大家都在拥抱美元，只有他不知道，只有习近平不知道，全中国都在拥抱美元，所以今天就一口气降4码嘛，所以成绩就出来了嘛。我们看中国的出口成绩，所以这个新团队一上任之后，解封之后，我们以为中国经济要起飞了，中国重开机了，结果现在就变成宕机。最新的出口数字也出来了，一口气掉了7.5%，比2022年1月封控的时候还严重，封控的时候还要严重，而且是本来是正成长3个月之后，开始往下负成长，这代表什么？你的政策完全失败，不管你是刺激增。所以说，习近平这个新的团队一上任之后交出来的成绩单，第一个叫什么？是人民币大跌，出口大跌，整个消费大跌，生产指数大跌。对，完全出口外商跑光了，消费也没有出来，大家还全面的捧美元。结果今天还想到说要把美元的利息降下来，想要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可是如果你基本的所谓的制度都没有改变，你专业都没有上来的话，经济还是很难救起来。好，会长，另外就是现在中国我们讲的，它的火车头是什么？火车头是它的房地产。可是火车头太可怕，是全面下跌。我们现在看怎么办？是全面的哦，从深圳、广州、上海、北京、天津，而且这些以前是一位难求的房子，现在都是跳楼大拍卖。对，你现在画面看到的翠湖天地哦，它可以说是一直以来新天地的核心蛋黄区的蛋黄啊，所以他们说这个翠湖天地的指标，它可以说是定海神针，豪宅今年或是豪宅未来的几年的一个成长价格，都是看翠湖天地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成交价。它从2003年开始开卖之后，一直以来长达20年都是上海的豪宅指标，就有点像是我们台北的那个地保这样子一个地位，而且20年来都没有动摇。对，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他现在竟然说，从今年3月以来哦，光是翠湖天地挂牌出售数量就已经高达130几套啊，就是吓死人！他们说从来没有这样的数字过。130几户，对，本来是一户难求，对，一下子丢了130几户。而且呢，他说这个挂牌率超过7%，可以说是过去20年来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情况哦。第二个就是说呢，他们现在好的时候，以前好的时候可以卖到3200
万到3500万人民币哦，现在竟然一下子减少了500万，只要2800，哎，可能就可以拿到。你看这个 view 有多好，所以你就想到说，连这样子的2800万到这样500万人民币，一口气等于是少了台币2000万哎，所以他们就说这样的跌幅，而且感觉上是有一点止不住哦，还会跌不休哦。所以如果说连这样指标性的个案，现在都已经开始松动了。过去20年来，上海的定海神针已经开始在动的情况之下，你就知道这真的不妙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上海其实很多是外资聚集的地方。那外资撤离，当然这一些就本来有投资客啊，或者是本来这些高管啊要租啊，或者是公司租给他们住的地方，现在真的就已经是空房率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定海神针翠湖天地的价格已经开始出现。他们就说，甚至这个是上海世贸的这个大楼，这个以前是梁朝伟也住的地方，现在这个地方也跳楼大拍卖了。对，这个世贸滨江花园哦，他说现在目前为止有235套豪宅在挂牌求售，235套豪宅。然后他们就说呢，是创下8年来的一个等于挂牌出售最高的一个记录哦。它曾经被称为是亚洲第一高楼哦，超大型的水岸豪宅区哦。那去年一整年也只有83套的一个豪宅，刚刚提到多少？36套，所以35套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其实真的一下子涌出太多的一个豪宅在出售。他们现在就讲，以前梁朝伟还帮这个打过广告的耶。真的，你看这真的是豪宅中的豪宅。你跟梁朝伟住在一起的耶？不用住在一起，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，一夜也可以啦，不用住在一起。所以你就知道他真的是很就是那个地段是非常非常好的。然后呢，现在甚至有豪宅的中介直接就说，你现在要出售，你如果没有打个10%以上的话，是没有办法跟人家谈价格。然后有的那个中介甚至讲说，我1个月已经带了20组人去看房子，带了20组人去看房子之后，结果没有办户成交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中国的经济真的出现大问题。那豪宅这个部分开始出现抛售潮是一个问题之一。另外一个什么？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烂尾楼哦，包括世贸旗下一个深圳的一个地标，现在项目遭到司法拍卖。那为什么遭到司法拍卖呢？就是它已经陷入了一个没有办法收工的一个泥沼当中哦。他们就在讲啊，他说这个原本投资金额高达那个500亿的一个深港国际中心，那现在要拍卖这个地方，对。变烂尾楼，已经烂尾了，完全没有办法继续去承租下去。他们原本规划，你知道多棒吗？他们来讲说，国际演艺中心啊，然后国际化的学校啊，结合5星的商店、饭店啊，智能办公啊，商业大楼啊，人才公寓啊。但现在就变成起拍价多少？130.4亿元啊，低价入价，所以达不到连5成腰斩的价格啦。所以你就知道，现在中国的经济这个房地产本来都是火车头，现在看起来火车头已经开始熄火了。好，所以董事长。现在中国真是这么惨吗？而且我们在讲经济最怕什么？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因为中国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大家存钱不消费，我现在逼着大家消费。我要逼大家消费，就是我把人民币的利率降低，你放在银行没有利息，你就会把银行钱拿出来消费。可是你怎么可能说我只有降人民币的利息，我没有去降美金的利息？结果你这不但没有消费，反而从人民币跑到了美金。现在全世界已经不太用人民币了，你自己国内也不用人民币，搞得到你去美元化没有成功，还搞到人民币大跌。现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问题，它的经济问题就是它没有一个一致性啊，所以它现在用的是一些短期的措施，希望能够吸收这些外资的回来嘛。对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是效果很差嘛。效果很差的情况之下，所以它中央领导人本身的政策是一个非常的不稳定跟不确定性啊。那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，可是我刚刚听国政讲，这根本就是草包不懂嘛。他本身当然是不懂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它是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所以它的影响层面会非常的广。对，它原来扮演的角色叫做世界的工厂。对，那这个角色已经不存在了嘛，或是逐渐的在衰退中，已经被东南亚国家取代，被这个美国制造重回制造取代，对，各种的取代掉，所以他要找到一个新的经济的发展的模式嘛。他现在没有这个模式。完全没有，你要看，它一定要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一个长期10年20年的经济策略走下去嘛。你说它现在没有啊，青黄不接的状况，混乱不堪嘛，整个混乱不堪嘛。然后他不断的，因为他个人的这个当权派的一些权力的这个斗争的理由，
又创造了非常多的国家新的危机，比如说美中关系的恶化嘛。比如说，他介入了俄乌战对俄罗斯或他的外交政策重大错误嘛。然后最近在发生了很多跟他这个整个内部政策很混乱，还有发生到那种李毅这种教授，还有这种国防大学的教授要发动这个侵台战争。我可以牺牲200个城市，换取了侵略台湾。那这个李毅讲得更清楚，要牺牲1亿4千万人民来换取侵略台湾、打败美国。那这种很奇怪的、这种很极端的论调，也在这个时候跑出来。就换言之讲，表示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经济的不稳定的这个因素，而造成他人心的浮躁，然后权力的斗争有很多暗潮的汹涌，也在内部开始有新的混乱。人心浮躁了，当然是。所以全世界在观察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时候的美国非常焦虑的，想要跟他不断的建立沟通桥梁。不断的希望要跟他沟通，又担心擦枪走火，因为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会在外交跟军事上面发生，经济上面已经产生了快速的衰败的这个方向已经形成了。所以在总体来看的话，难怪美国的国防部、美国的印太司令不断的警告说，如果你胆敢犯台，你要付出极大代价。那双方都在讲这个说法，其实他没有力量，他现在是没有力量犯台，但是他的经济或总体国家的国力没有一个，我刚刚讲不确定，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长期策略，才是它最糟糕的原因，变成非常不稳定。